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多口快充？我个人是有一堆绿联的、贝斯的、杂牌的，只为了避免外出带很多个充电器啊。但是买过多个之后才发现，很难有一个相对完美的产品。那今天小米又出来搅局了，它出了一个新品，结合了拓展坞加多口充电加拖线板，而且价格只要199，这不得来看看它究竟可以做到哪些功能？点说长，我们先来开箱开测。小米67瓦桌面快充插座 Pro， 它是一个延长线插座带电源适配器啊，氮化镓技术，而且它有一个拓展投屏的功能啊，真的很屌。然后具体的这些模块这些信息，我就待会儿就放到屏幕上，我就不念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说明书，哇，好大，是一个 Type C 的充电线，那67瓦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插座，有两个无孔，一个两孔，然后这边是有两个 Type C， 然后一个 A 口，一个 HDMI。USB-C2 它是全功能接口，然后 C1 它是充电接口，而且它还居然是可以接 A 口，是可以接 U 盘、移动硬盘、鼠标、键盘这些设备啊。这真的是绝了。然后这个速度的话，我晚点来看一下。看下来你觉得如何？其实就是我上面介绍的3合1了，属于是。具体的参数我给大家简单标一下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使用场景。首先，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打工人，就桌面基本上你可以一个插座 Pro 搞定几乎所有的充电，一个 HDMI 屏幕，一个笔记本充电，然后加插 U 盘给手机充电，然后还有3个插口。你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设备，也可以很方便的接电。然后就是出差旅行的时候，插口不够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插线板。前2天出去外面，我就挺方便的用上了。而且如果我们把平板的 C 口连在全功能的接口上，另一个 A 口连接手机或者 U 盘，选好设置，你就可以直接管理文件，一边充电一边传数据，还是蛮不错的。然后对于投屏，目前有线连接来说，还是 HDMI 应用的更加广泛一点，可以直接用它给笔记本或者手机平板充电 ，HDMI 就可以直接输出最高4K 60帧的画面了。然后现在主要是有一个问题，在已经接上之后，再接一个 C 口会不会断开重新分配电流？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是插的 C2 口，然后我们先插 C1， 来我们看，它这边它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把 C2 给拔了，你看这边它就也同时断掉了，然后重新去分配一个电流，然后我再插一下，都是先断一下，然后再连上去，这个还是会重新分配一次。然后这边的我们传其他的，插拔这个它是不会有任何影响，这个是一个 A 口。经过我们的测试就发现，如果是拔了 C2 口是会重新分配电流的，而拔了 C1 口是不会重新分配的。然后自然在 A 口小功率和 HDMI 插拔是不会影响别的接口。我们使用这2个 C 口来试试它的充电功率。大家现在注意啊，现在是只插 C1， 它的功率是可以到67瓦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C2 给插上去， C1 它会降到20瓦。然后 C2 也是20瓦左右，到了20瓦。然后现在我们插上这个 A 口，我们可以看到 A 口的功率是5瓦左右。如果我们改成传输文件，它这个功率会到2瓦左右。然后咱们这个全功能的这个 C 口，它是20瓦左右。C1 可以跑满67瓦，而 C2 是全功能口，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跑到20瓦左右的充电功率。A 口可以到5瓦，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会掉到2瓦。HDMI 这方面，我们接一下显示器，确实是可以跑满4K 60帧，不过颜色空间会从 YCB CR444转换到 RGB， 其他的倒是没有区别。最后就是这根线了，简单从三星 T5 的固态里面传输一点数据过来，看看这个传输速度如何。这个速度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啊。大家看下来觉得如何？要我说，这就是专门给打工人办公的一个产品。如果你的需求刚好需要这种极致的缝合怪，那么可以试试。不过就是全功率的 C 口充电速度一般，这个价格放在这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拓展坞加多口的67瓦快充加3个插线板，
我觉得这个199还是挺好了。今天应该就已经在小米的商城上面上新了，希望本次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。种草了记得投币啊，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